嗨，这里是 Dimi Studio。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很期待的，由 Dorider 所制作的 Double Bass 麦克风。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外观，特写一下哈。好，上面有这个 Dorider 的字样，好，然后它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细小的哈，然后在旁边也有连接这个 Bass 的地方。好，那这个外观它除了小之外它还更改了材质，变成 3D 列印，所以它整个麦克风拿起来是非常非常轻的。好，它挂在这个 Double Bass 上我觉得手感也是很不错的。好，那它这个外观的部分其实你这样摸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它这个外观它是有做一些圆弧设计的。也就是如果你有常在挂着 Double Bass 麦在演奏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挤压到手，比较不会痛，它整体摸起来的感觉是很舒服的。好，那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麦克风它是需要供换向电源的，要把 Phantom Power 打开，所以它用这个 XLR 的线连接，然后你在你的混音器上，或者是你在你的录音界面上，需要把这个 Phantom Power 48伏把它打开，你才可以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连接到 Bass 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色的表现。它的安装方式很简单，就跟我们一般在连接 Bass 麦是一样的，就是把左右边先挂上去，好，然后之后我们把这个螺丝锁上去，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连接上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特写一下外观，你会发现它跟这个 Bass 的尾端是非常非常近的，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好，那麦克风有个特性，就是它的低频增益，你在越靠近发声物体的时候，它可以收到越多的低频的声音。所以对于 Bass 麦克风来说，我们当然是越靠近 Bass 越好，这样我们才可以收到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有力的低音的声音。好，那我在安装的时候，因为我个人习惯会把线头留在我的左手边。好，那这个就是个人的喜好问题我会留在我的左手边。那我在拿的时候可以比较好的握持这个 Bass 麦克风。好，那装上去之后，我们快速的来感受一下在拿 Bass 的时候，我会习惯让我的手握住上排的 Bass， 那下排我就是靠着，所以这个 Bass 麦克风小的话，我可以比较完整的握持这个Bass 以及麦克风它不会影响到太多我跳音的这种手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我现在把线接上去，接下来我会录制3个片段来比较一下音色。那第一个是基本的音阶，那第二个是柯南中间 solo 的片段，以及第3个12阶 Rex， 它一样是中间 solo 的片段。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Suzuki 的麦克风以及 Dorider 所制作的麦克风，它在声音不经过后制的状况下，它录制起来是什么样的音色。
我联系豆尔到购买麦克风，到今天我也录制了不少作品。那大家陆续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看到我使用这一支贝斯麦克风所演奏出来的声音，大家可以多方参考比较一下。那几项心得一样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体积以及重量是很轻的，所以在手感方面它是完全赢过Suzuki 的原厂麦克风，尤其是你在握持的时候，你不会卡到你的手指。那 Suzuki 的原厂麦克风最多人，而且最多学生害怕就是会卡在手指的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就会很痛，会红肿。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感的升级。那音色的表现上Suzuki 的麦克风它的高频是比较多的，所以它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那豆尔这支麦克风它的低音比较多，那还有部分的中频声音，所以它声音会比较闷一点，但是它又具有一些颗粒感的声音，所以你在演奏一些具有节奏性的这个音符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明显听得到这个贝斯所吹出来的拍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音色这件事情其实是见仁见智，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比较清新一点、比较透亮一点的声音，有些人喜欢这个比较沉一点的声音，所以它是一个选择上的问题。好，那这里也有一个录音时候的诀窍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 double bass 它上下两排中间有一条缝隙，那你在快速换排的时候，你的气其实很容易吹到这个缝隙里面，所以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中间塞入一个，看你是要用布啊，或者是像我这个是一个防滑的材质把它做成一个长条状，然后塞到你的 double bass 中间，把它塞进去，这样你在快速的上下排切换的时候，你的气就不会直接喷到贝斯麦克风里面，产生出喷麦的这个声音还有问题。因为这个在后置上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处理掉的，而且你连续在吹奏快速的音阶的时候，你要单处理一个点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个是小诀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补充说明就是我在使用这个 Suzuki 的贝斯麦的时候，它的旁边有一个音量的旋钮，但实际上我们在演出或者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一直去转它，那我都会把它维持在最大的音量。那这个旋钮它会造成你在握持的时候不小心转到它，或者是你会不小心按到，它其实是有一个让你确认讯号的这个机制，按下去它灯会亮，所以给大家听一下，它是有一个这个声音的。那我在吹贝斯麦之前，在录制的时候，手常常会不小心按到这个，那按下去之后，这个声音就会被收到贝斯麦克风里面去，所以就会有这个奇怪的忽然出现的声音，所以这个是蛮恼人的。好，那接下来就是豆尔的这支贝斯麦克风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回授的。就比较不容易有 feedback 这个声音。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玩重奏乐团，你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现场演出的乐手来说。好，那最后就是我在购买这一把麦克风的同时，豆尔跟我说，他又多做了2把，所以如果你也对这个贝斯麦有兴趣的话，欢迎你直接联系豆尔去购买这个贝斯麦克风。好，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